在這個市場上有這麼一種人，他們手裡永遠攥着大把的現金，眼睛死死盯着 K 線圖。市场漲了，他們不僅不高興，反而很焦慮，嘴裡念叨着太高了，現在買就是接盤，我要等回調。市场跌了，他們還是不買，覺得還會跌得更深，我要等到真正的底部。結果呢？結果就是市场在猶豫中一步步創出新高，而他們手裡的現金在通貨膨脹裡一點點發霉變爛。你是不是這種人？或者說你身邊是不是充滿了這種覺得自己比市場聰明的聰明人？今天我要把一本真正能救命的書擺在你面前，持續買進 Just Keep Buying。 這本書的作者尼克·馬朱利不是什麼滿嘴跑火車的成功學大師，他是一個真正玩大數据的金融分析師。他分析了过去100年的股市数据，得出了一个讓無數投機者絕望，但讓普通人狂喜的結論。這個結論聽起來非常反直覺，甚至有點刺耳。請你豎起耳朵聽好，試圖低點買入是你投資生涯中最大的謊言，而閉眼持續買才是普通人跨越階層唯一確定的路。我知道聽到這裡很多人已經準備關視頻了。你會說低買高賣是3歲小孩都懂的道理，你居然說它是錯的，你是不是想騙我高位站崗？別急，如果3歲小孩都懂的道理能讓你發財，那這個世界上早就沒有窮人了。今天這個視頻我有十足的把握，只要你耐心看完，它會徹底顛覆你對賺錢這2個字的理解。我會用最硬的數據告訴你，為什麼你所謂的精明操作其實是在給券商送錢，是在給通脹送命。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，也是最扎心的問題，為什麼你總覺得自己能抄到底？所有在這個市場裡虧大錢的人都死於一種幻覺，上帝視角幻覺。大家都覺得只要我躲過了大跌，在那個 V 字形的最低點一把梭哈，我就能瞬間翻身。為了這個美夢，大家學會了各種技術指標 MACD、KDJ、波浪理論，畫線畫得比建築師還專業。但是數據是冰冷的。作者做了一個非常殘酷的對比測試，這個測試跨度整整100年，從1920年到2020年，使用的是美股最真實的歷史數據。他設立了2個虛擬人物。第一個人，我們叫他上帝。之所以叫他上帝，是因為他擁有預知未來的能力。他不僅知道市場什麼時候會崩盤，而且他能精準地買在每一次大跌的絕對最低點。請注意，是絕對最低點，也就是2個低點之間，他只買那個最深坑的底部。在底部出現之前，他每個月都存錢，把錢攢着，像獵人一樣等待。一旦那個最低點出現了，他就會把手裡攢的所有錢一次性全部買進去。這簡直就是所有股民的終極夢想，對不對？買在最低點，永遠不追高。第二個人，我們叫他普通人。他沒有任何預知能力，也不懂什麼技術分析，甚至有點懶。他每個月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發了工資立刻拿出一部分錢，不管現在的市場是漲是跌，也不管現在的估值是高是低，直接買入，全倉買入，然後就不管了。這就是我們說的定投，或者叫持續買進。現在的比賽規則是，這2個人從歷史上任意一個時間點開始，進行長達40年的投資比賽。誰的最終回報率更高？憑直覺，你肯定覺得上帝贏定了。他可是買在絕對最低點啊！他躲過了所有的下跌中繼，他抄到了所有的歷史大底。那個只會傻傻買入的普通人，肯定在高位接了不少盤，成本肯定比上帝高得多。但結果呢？數據顯示，在歷史上超過70%的時間裡，那個擁有預知未來能力、每次都精準抄底的上帝，竟然輸給了那個只會傻傻買入的普通人。你沒聽錯，哪怕你擁有了上帝視角，哪怕你次次都抄到了最低點，你依然有70%的概率
跑不贏那個根本不看盤的傻瓜。為什麼？這簡直違反常識。這裡的底層邏輯就是今天我要告訴你的第一個真相：等待的成本遠比你想象的要高。當你為了等待那個所謂的完美低點而持有現金的時候，市場並沒有停下來等你。你想等市场跌 20% 再買，結果市場先漲了 50%， 然後跌了 20%。你以為你抄到底了，實際上你買入的價格比當初你猶豫的時候還要高出 20%。這就是抄底者的悲劇。在1920年到2020年這100年間，美股市場處於歷史新高附近的時間，遠遠多於處於深坑裡的時間。換句話說，股市的大趨勢是向上的。你持有現金等待暴跌，就像是在一輛高速飞驰的列車上，你非要跳下車，想等着車倒回來接你。大多數時候，車不會倒回来，它只会開得越来越快，把你遠遠地甩在身後。最後你實在受不了了，怕徹底踏空，只能在更高的位置哭着喊着追上去。那個普通人之所以能贏，不是因為他聰明，而是因為他在這輛車上待的時間足夠長。他的資金利用率是 100%， 每一分錢都在第一時間變成了資產，享受了企業增長和通貨膨脹帶來的雙重紅利。而那個上帝，他的資金利用率極低，在等待那個完美底部出現的幾年甚至10幾年裡，他的錢只是躺在賬上睡覺。各位，這不僅僅是股市的道理，這是所有財富增值的鐵律。在這個通貨膨脹的世界裡，現金就是垃圾。這不是一句口號，這是事實。你以為持有現金是安全的？錯了，持有現金是風險最大的行為。因為現金的購買力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縮水。你為了躲避股市暫時的波動，卻選擇了一個100%確定會貶值的東西——現金。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嗎？所以，作者在書裡直接拋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觀點：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，擇時交易就是一種自殺。你不是巴菲特，你也不是索羅斯，你沒有無窮的資金去補倉，你也沒有內幕消息去預判政策。你唯一擁有的優勢就是時間。但是這還不是最可怕的。剛才我們說的上帝模式是假設你能買在絕對最低點，但現實中你我都清楚，沒有人是上帝。現實中的劇本通常是这樣的：市場跌了 10%， 你貪婪，你覺得自己特別精明，心想還沒到位，肯定還得跌，我再等等，我要占更大的便宜。市場跌了 20%， 你恐懼。這時候滿世界都是壞消息，專家都在喊空，你嚇傻了，攥着錢手發抖，根本不敢動。等到市场真跌了 30%， 遍地是黄金的時候，你徹底崩潰了。你覺得這次不一樣，覺得天都要塌了，經濟徹底完蛋了。最後你不光沒敢抄底，反而因為心態崩了，把手裡帶血的籌碼在最便宜的地板價上割肉送給了別人。然後市場突然一個反彈，漲了 10%， 你覺得是死貓跳，是騙線，繼續觀望。又漲了 10%， 你開始猶豫，等漲回原位並創出新高了，你才反應過來牛市來了，然後滿倉殺入。這就是絕大多數散戶的真實寫照，在猶豫中錯過低點，在恐慌中割肉離場，在狂熱中高位接盤。既然我們做不到精準抄底，甚至連模糊的正確都很難做到，那我們該怎麼辦？答案就寫在書名裡，持續買進。不管風吹浪打，勝似閒庭信步。只要你有結餘的錢，就第一時間買入資產。不要看新聞，不要看預測，不要聽隔壁老王的小道消息。這時候肯定有人會問，那如果我剛買進去，第二天這市場就崩盤了怎麼辦？難道我就眼睜睜看着資產縮水嗎？問得好，這個問題非常有代表性。這恰恰是大部分人不敢持續買入的心魔所在。接下來，我要為你揭示第二個更反直覺的真相：哪怕你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，每次都買在最高點，只要你堅持買，
你也比大部分聰明人賺得多。你說，博主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我這個人運氣從小就差。我不怕不賺錢，我就怕我今天剛把工資投進去，明天股市就崩盤腰斬，那我得多冤啊！這種恐懼我完全理解。誰的錢都不是大風刮來的，看着賬戶縮水，誰都心疼。但是我們得講證據。書裡又做了一個極端測試，這次更狠。作者找出了歷史上美股最慘烈的幾次大崩盤：1929年大蕭條，1974年滞脹危機，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，2008年次貸危機。他假設有這麼一個倒霉蛋，這個人簡直是被衰神附體了。他每次買入的時間點都是在股市崩盤前的最高点，也就是所謂的精準站崗，買完第二天就暴跌。這運氣夠差了吧？簡直是地獄模式。但是只要這個倒霉蛋遵守一条紀律，不管跌多少他都不賣，而且只要手裡有了新錢，哪怕市场還在跌，他也閉着眼睛繼續買。40年後，你猜結果怎麼樣？他的年化收益率依然是正的，而且相當可觀。虽然比不上那些運氣好的人，但他依然跑贏了通脹，依然累積了巨額的財富，依然比那些因為害怕而把錢存銀行的人富有得多。為什麼？這裡有個非常簡單的數學邏輯，叫拉平成本。當你買在最高點，確實那一筆錢被套住了。但是崩盤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東西便宜了啊！當市場腰斬的時候，同樣的錢你可以買到2倍的份額。當市場跌去80%的時候，你可以買到5倍的份額。对於一個持續買進的人來說，熊市不是災難，熊市是上天賜給你的禮物。正是因為有了熊市，你才能用便宜的價格收集到足夠多的籌碼。等到牛市那個周期哪怕只來一次，你手裡積累的那些廉價籌碼就會爆發出驚人的威力，瞬間把你的總資產推向新高。所以記住這句話，只要你不賣，下跌就不是虧損，而是打折。如果你連這點波動都承受不了，如果你總想着只要收益不要風險，那我勸你趁早把錢花光算了，別來投資市场受罪。投資的本質就是用風險換收益。想在這個市場賺錢，你得先學會挨打。說到這，可能有人會說，行，我明白了，持續買進，閉眼投。那我是不是只要選對了好標的，比如買了某個指數基金，我就能發財了？錯，大錯特錯。這就引出了今天我要講的第2個核心真相，也是這本書裡最讓我拍案叫絕的觀點。這個觀點會把很多所謂的理財大 V 的臉打得啪啪響。很多理財博主會教你，只要你從20歲開始，每天省下1杯咖啡錢，複利就會讓你在60歲變成億萬富翁。這種拿鐵效應聽起來很美，對吧？作者直接告訴你，全是扯淡。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人，尤其是年輕人來說，決定你能不能富起來的，根本不是什麼投資回報率，也不是什麼複利奇蹟，而是你的儲蓄率，或者說你的賺錢能力。我們算筆賬。假設你是個剛畢業的年輕人，手裡只有1萬塊錢存款，你是個股神，一年能賺20%，這已經是巴菲特級別的水平了。1年下來，你賺了多少？2000塊。2000塊能幹嘛？在大城市連1個月的房租都不夠。你看，哪怕你的收益率逆天，因為你的本金太少，這點回報對你的生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。但是如果你換個思路，你別去研究什麼 K 線了，你把精力花在工作上，花在提升技能上。你努力工作，升職加薪，或者搞個副業，一年多存下來2萬塊錢。這對你來說難嗎？可能有點累，但絕對比在股市裡穩定賺20%要容易得多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
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但這2萬塊錢相當於你那1萬本金賺了多少？200%的收益率，看懂了嗎？在你的資產積累初期，本金的積累速度遠遠比投資回報率重要。很多人本末倒置了，手裡一共就幾萬塊錢，天天盯着盤面看，今天賺了300就覺得自己是股神，明天虧了500就吃不下飯。為了那點可憐的收益，浪費了大量原本可以用來提升自己、賺更多本金的時間。這就是典型的窮人思維。作者通過數據分析發現，當你的可投資資產少於10萬美金的時候，投資理財對你財富增長的貢獻微乎其微。這個時候，你最大的資產是你自己。你應該把錢投資在自己身上，去學技能，去考證，去拓展人脈，去健身，保持精力。這些投入帶來的回報，體現在你未來幾十年工資收入的增長上，那個回報率是驚人的，是任何股票都給不了的。所以，千萬別在沒錢的時候沉迷理財。哪怕你是巴菲特，如果他手裡只有500塊錢，他也變不出伯克希爾哈撒韋。那什麼時候投資回報率才重要呢？當你的資產積累到一定程度，比如你有幾百萬、上千萬的時候，這時候哪怕只有5%的收益，也是幾十萬，可能頂你1年的工資。這時候你才需要花大量精力去研究資產配置，去保值增值。所以這本書給出的建議非常務實，務實到讓人覺得冷酷。如果你還沒錢，閉嘴，去工作，去存錢，別整天想着靠炒股翻身。如果你已經有錢了，閉嘴，去買入，別瞎動。別整天想着靠波段賺差價。聽起來是不是很無聊？沒錯，真正的致富之路就是這麼無聊。它沒有一夜暴富的刺激，沒有多空博弈的快感，只有日復一日的枯燥執行。但正是這種枯燥，篩選掉了99%的人，剩下那1%耐得住寂寞的人，收割了世界。好，既然說了要持續買進，要多存錢，那下一個問題來了，到底怎麼買？怎麼存？是不是要像葛朗台一樣省吃儉用，把每一分錢都摳出來投資？很多人陷入了另一種極端，為了攒錢，生活質量降到了冰點，甚至產生了嚴重的花錢負罪感。喝杯奶茶覺得罪過，打個車覺得奢侈，活得像個苦行僧。作者告訴你，不需要。甚至作者提出了一套非常反常規的消費觀，你可以毫無負罪感的浪費錢，只要你滿足一個前提。什麼前提？這套2倍規則到底是什麼？它怎麼能讓你既享受當下，又不耽誤未來致富？還有，既然說現金是垃圾，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所有錢都投進去？萬一急用錢怎麼辦？到底該留多少現金才安全？接下來的內容可能會徹底治癒你的花錢焦慮症。剛才我們講了窮人要拼命增加本金和不要害怕買在最高點，這算是把怎麼賺錢和怎麼投資的心法講了一半。接下來我要解決一個更現實、更讓人糾結的問題：有了錢之後怎麼花？以及到底買什麼才不算瞎忙活？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有2種病，一種是月光病，有多少花多少，這個我們剛才批判過了；另一種叫守財奴病，這種人省錢省到了變態的地步，看着銀行卡裡的數字在漲，心裡很爽，但只要稍微花點錢享受一下，比如打車沒坐地鐵，或者買了一雙貴點的鞋，心裡就充滿了負罪感，覺得自己墮落了，覺得離財務自由又遠了一步。這種心態其實也是病態的。你要明白，攒錢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讓你擁有從容生活的權利，而不是为了讓你在這個世界上當一個苦行僧。如果你為了未來那個不確定的富有，犧牲了當下所有的快樂，
把你變成一個毫無生氣的賺錢機器，那你就算最後成了首富，你這輩子也是失敗的。那問題來了，怎麼平衡享受當下和投資未來？作者給出了一個我見過的最天才、最暴力的解決方案：2倍規則。這招太好用了，建議所有人立刻拿小本本記下來。規則非常簡單，無論哪怕你是想買一個奢侈品，還是想去吃一頓大餐，只要這筆錢是用來消費的，你就必須拿出同樣金額的錢用來投資。舉個例子，你看上了一個新款的手機，價格是8000塊。以前你会糾結，哎呀，太貴了，還是用舊的吧，省下来8000塊能買好幾手股票呢。然後在痛苦中壓抑自己的慾望。或者你一咬牙買了，買完之後看着餘額心疼半個月。現在用2倍規則，你想買這8000塊的手機？可以，沒問題，隨便買。前提是你必須同時拿出8000塊錢，轉進你的股票賬戶或者基金賬戶，買入資產。也就是說，這台手機的實際成本對你來說是16000塊。如果你拿不出這額外的8000塊投資款，那就說明什麼？說明你買不起這台手機。那就閉嘴，乖乖去賺錢，別買了。如果你能拿出來，那你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買下這台手機，完全不需要有任何負罪感。為什麼？第一，你並沒有因為這次消費而變窮，相反，你強制自己存下了一筆資產。第二，這個規則會極大地遏制你的衝動消費。當你意識到每花一筆錢都要付出雙倍代價時，那些不必要的亂七八糟的消費自然就消失了。這個方法既滿足了你的慾望，又強制你在這個慾望之上構建了未來的財富地基。這就是有的放矢的揮霍，這才是成年人該有的花錢方式。解決了怎麼花錢，我們終於要來到最核心的操作層面了。到底買什麼？前面說了半天持續買進，到底買進什麼東西？是買大家都在談論的熱門股？是買比特幣？還是買黃金？對於屏幕前99%的普通人来說，如果你去買個股，去研究哪家公司好，那你基本是在找死。你知道專業機構是怎麼炒股的嗎？人家有幾百個常青藤畢業的博士，有每秒鐘交易幾千次的超級計算機，有遍布全球的信息網。你憑什麼覺得你下班後看2個小時新聞，畫2根線就能打敗他們？你買個股就像是拿着一把水果刀衝進全是機槍大炮的戰場，運氣好你能撿個漏，運氣不好直接成炮灰。而且數據再次打了所有選股大神的臉。在長達15年、20年的周期裡，能夠跑贏大盤指數的主動型基金經理連10%都不到。注意，這還是專業的基金經理。既然連專業人士都很難跑贏大盤，你憑什麼覺得自己能行？所以，持續買進給出的答案非常明確，也是我一直推崇的，買入整個市場，也就是指數基金 ETF。為什麼要買指數？因為買個股，你賭的是一家公司的命運。這家公司可能會造假，可能會經營不善，可能会倒閉。你想想當年的諾基亞，當年的柯達，多風光，說倒就倒。但是買指數，你賭的是國運，賭的是人類的生產力發展。哪怕有1-2家公司倒閉了，指數會自動把他們踢出去，把新崛起的好公司納進來。指數永遠是優勝劣汰、新陳代謝的。只要人類還在進步，只要大家還在幹活、還在消費，股市的大盤長遠來看一定是向上的。所以我們要買的是那些能產生現金流的生產性資產。股票、指數是這類資產的王者，因為它代表了人類頂級智慧和勞動的結晶。房地產 REITs 也是，因為它能收租；農地也是，因為它能產糧食。但是有些東西，作者是不建議作為主力配置的，比如黄金。
很多人覺得黃金保值，沒錯，黃金能保值，但它不產生現金流。一克黃金放100年，還是一克黃金，它不會生出小黃金來。它只能抵抗通脹，但很難讓你致富。比如加密貨幣，作者對這個持保留態度。你可以配置一點點作為彩票，但千萬別把它當成養老的底倉，因為它的波動太大，而且也沒有底層的生產力支撐。所以普通人的作業其實非常簡單，簡單到无聊。把你每個月結餘的錢按照2倍規則扣除消費後，全部扔進一個寬基指數基金裡，比如標普500。然後呢？然後去做你該做的事，去工作，去生活，去陪家人。別去看它，真的別去看它。這就是持續買進的精髓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像機器一樣執行這個程序。聽到這，肯定有人會問，博主只買不賣嗎？那什麼時候是個頭啊？我不賣，怎麼把錢拿出來花你？難道要帶進棺材裡嗎？問得好，這就涉及到了投資裡最難的一課，賣出的藝術。這也是大多數老股民栽跟頭的地方。民間有句俗話叫，會買的是徒弟，會賣的是師傅。意思是說，能在高點止盈落袋為安的人才是高手。為什麼我說會賣的是師傅這句話是騙人的？請你仔細想一想，當你因為股票漲了20%就急着賣掉，你的潛意識裡在想什麼？你在想，哎呀，賺了這麼多，萬一跌回去怎麼辦？我得趕緊把利潤鎖住。這種心態叫厭惡損失。但這種操作的本質是什麼？是你把你花園裡開的最鮮豔的花給剪掉了，然後去給那些長不出來的雜草澆水。真正優質的資產，比如指數基金，它的長期趨勢是向上的。你賣出了，手裡這就變成了一堆現金。請問，這堆現金你要拿來幹嘛？除非你打算這就把錢花了，否則你遲早還是要把這筆錢投出去的。那你面臨的只有2個結果：第一，你買入了一個更差的資產；第二，你在更高的位置又把原來的資產買回來了。數據統計告訴我們，那些頻繁止盈、試圖做波段的人，最後手裡的籌碼都越來越少。而那些死拿着不動的人，雖然中間坐了過山車，但最後到了終點，他是車上最富有的人。持續買進這本書非常冷酷地告訴我們，對於絕大多數優質資產，最佳的持有期是永遠。你可能會覺得這太瘋狂了，難道我買股票是為了傳家嗎？別急，作者並不是讓你當守財奴，他列出了僅有的為3的可以賣出資產的理由。除了這3條，其他的賣出理由全是錯誤的。第一種理由在平衡，這不是為了逃頂，而是為了控制風險。比如，你原本的計劃是80%的錢買股票，進攻20%的錢買債券，防守。結果這一年股市大漲，你的股票資產變成了90%，債券只剩10%了。這個時候，你的風險敞口變大了，你需要賣出那多出來的10%的股票，買入債券，讓比例重新回到80比20。這叫紀律。這是唯一一種你可以高拋低吸的科學方式。第二種理由，擺脫高風險集中度。這通常發生在你哪怕運氣爆棚的時候，比如你所在的公司上市了，你手裡發了一大堆期權，或者你買的某個單一資產突然暴漲了10倍，占了你總資產的絕大部分。這時候，你的所有身家性命都繫在這一根繩子上，太危險了。為了睡個安穩覺，你可以賣出一部分，把錢分散到寬基指數裡去，這叫去賭徒化。第3種理由，也是最重要、最溫暖的一個理由，你需要用錢來改善生活。請記住，錢不是目的，生活才是。當你需要買房結婚的時候，當你需要支付孩子的學費的時候，或者當你家裡有人生病急需用錢的時候，
甚至是當你真的想退休環遊世界的時候。哪怕這時候市場再跌，哪怕這時候是低位，你也可以賣，而且必須賣。因為在那個時刻，解決生活的問題比賬面上的數字更重要。除了這3種情況，為了平衡風險，為了分散集中度，为了真實的生活需求，其他的任何時候，當你手指懸在賣出鍵上，僅僅是因為我覺得市場太高了，或者我覺得市場要跌了的時候，請把你的手剁回來。因為那一刻你在對抗概率，你在試圖扮演上帝。那些在這個市場上活得最久、活得最好的人，從來不是那些跑得最快的人，而是那些一直沒有死掉的人。持續買進這個策略聽起來最笨、最無聊、最沒有技術含量，但它利用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2個力量，一個是複利，一個是時間。它不需要你絕頂聰明，不需要你消息靈通，甚至不需要你運氣好。它只需要你做一件事，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慾望，然後堅定地執行下去。我們為什麼要賺錢？並不是為了在賬戶後面多加幾個零，也不是為了向別人炫耀你有多精明。我們如此努力地賺錢、存錢、投資，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，為了奪回對時間的控制權。當你的資產產生的被動收入能夠覆蓋你的生活開支時，你就自由了。你不用再為了房租去忍受那個傻瓜老闆，你不用再為了全勤獎在生病的時候還要爬起來去上班，你不用再因為缺錢而錯過孩子成長的每一個瞬間。這就是持續買進的終極意義。它不僅教你如何變富，它教你如何用財富去贖回你自己的人生。從今天開始，忘掉那些一夜暴富的神話，關掉那些吵吵鬧鬧的新聞，努力工作，快樂花錢，用2倍規則，剩下的交給國運，交給時間。只要你還在場上，只要你還在持續買進這場遊戲，你就已經贏了。如果今天這個影片能幫你哪怕挽回一次割肉的損失，或者幫你建立起哪怕一點點正確的金錢觀，那我就沒白講。覺得有用的，點個讚，轉發給你身邊那些還在股市裡追漲殺跌的朋友，救救他們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